我在新西兰待了3年，3年之后才回国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，中国变化好大。我要是再在新西兰待，我会傻掉的。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，我们待在自己家里面，还需要用大写来称呼吗？张绍刚又摆不清位置了，不仅当众仗势欺人，更对求职者各种挑刺。正因这期节目，结果惨遭央视封杀6年。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到节目现场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来自江船买酒白云边的湖北松滋，我是80后，我也喜欢臭美，但是我更喜欢读莎士比亚。这段自我介绍原本充满个性，既幽默又风趣，表达的流畅自然。然而坏就坏在求职者不应该在这个舞台上提文学。一听到莎士比亚的名字，张绍刚便迫不及待的想要展现自己，寻找存在感。喜欢莎士比亚的喜欢他的英雄双行品 Heroic Couplets。对，莎士比亚。大家注意此时张绍刚的表情，很显然女孩的学识已经触及到了他的知识盲区，这无疑让他感受到了挫败。为了挽回颜面，张绍刚不得不将原本自信满满的起飞模式调整为攻击模式。这样的转变对他而言有2大好处：一来可以通过对女孩的刁难巧妙地转移观众的注意力；二来攻击模式能让他在气势上压不对方。莎士比亚的戏剧读过些什么？演过 Much Ado About Nothing 无事生非。对。还读过什么？往常这个时候本该是我装叉的时刻，可今天不仅装叉失败，甚至连攻击模式也屡屡无法找到突破口。张绍刚显然有些气急败坏。还读过什么？ Macbeth 麦克白。麦克白里面你演的是？我演的是那个巫婆，3个巫婆当中的一个。张绍刚还是没明白，这可怎么行？既然在学识层面上无法占据上风，那我就换个战术，跟你玩点无厘头。毕竟耍赖可是我的拿手好戏。你的主业是戏剧演员，这才对味儿。听不明白我就东拉西扯，扯不清楚我就胡搅蛮缠，拿着别人的资料卡就对人家指手画脚，这算什么？这不就是诚心找茬吗？还好求职者并未上套。不是，我前一份工作是英语老师，我在新西兰待了3年，3年之后才回国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，中国变化好大。我要是再在新西兰待，我会傻掉的。直到此时，女孩仍未察觉到气氛不对，依旧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自己的生活以及对未来满怀期待的憧憬。然而正是因为这句感叹，让屡遭挫折的张绍刚终于找到了反击的机会。稍等，刘丽，为什么我在和你沟通的时候，我浑身一阵一阵的泛冷呢？我很少会和我的朋友们沟通说 ，Hello， 你觉得中国怎么样？是我们自己的国家，我们待在自己家里面，还需要用大写来称呼吗？显然是在刻意挑刺，且手段颇为拙劣。中国人不能直接称呼中国2字，这是哪门子的外力？张绍刚这突如其来的破防，真是让人惊愕不已。难怪他会被网友们一直喷到现在。那请问你跟别人说的时候都说我的祖国吗？祖国也是个大写。我说我们这儿。如果节目组只是想单纯的制造一些节目效果，那还可以理解。但张绍刚为了提升收视率，故意将女孩塑造成一个崇洋媚外、贬低祖国的负面形象，这种做法就太过恶毒了。这种行为不仅仅是恶劣，如果事实真的被如此扭曲，那将会对女孩的一生造成毁灭性的影响。然而在民族大义面前，女孩毫不畏惧，直接出言反驳。我以为在这要说很书面的语言，这是为什么我才用敬语的，比如说我跟您称您。真是出乎意料，女孩在面对这般刁难，不仅没有掉坑里，反而以异常冷静的态度回应。相比之下，张绍刚的失态就显得格外尴尬了。他想要继续挑事，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。眼见在自己的场子丢了面子，张绍刚岂会善罢甘休？你刚才的这个交流方式又让我开始觉得有点冷。第一，放松；第二，正常聊天。好，那咱们就来说点正常的。从新西兰回来之后，为什么选择自考？因为高考很难啊，数学根本不会啊。对啊。然后自考为什么又去考一个英语专业？因为你的英语已经在那儿待得很好了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学语文呢？看来张绍刚这次是真的遇到对手了，连正常的聊天都难以招架。刚子啊刚子，你说你好好主持不行吗？为何非得去刷存在感呢？现在可好，脸都丢尽了。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，恐怕你的职业生涯都要毁了。张绍刚也察觉到了这个问题，于是决定使出最后的杀手锏，以势压人。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你听不太懂呢，还是我哪个问题伤害到了你，使得你开始具有了攻击性？
老师，我觉得是您具有攻击性，不是我。不得不承认，求职者的情商真的相当高，整个过程中完全占据了上风。张绍刚根本毫无招架之力。这期节目播出之后，张绍刚的处境可就惨了，不仅丢了工作，还被央视封杀了6年。相反，求职女孩高情商的语言技巧赢得了网友们的广泛喜爱。